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今天讲婉君。清末民初，有个女孩名叫夏婉君，8岁时被卖到周家做冲喜的新娘，但在和周家3兄弟相处过程中，3个人都爱上了婉君，从而发生的故事。婉君最终会选择谁呢？跟着胖妮一起来看。民国5年的北京城里，接亲的鞭炮声响彻了夏家，村里人都凑热闹去看这个8岁的新娘。城里有名的大户周家长子周伯建常年卧床，重病在身，恐命不久矣。为了给他冲喜，周家决定迎娶8岁的新娘夏婉君。她纯真善良，清纯可爱，却不得不面对曲折的人生境遇。婉君的外婆不舍得小婉君，护着她，不让她出门，怕误了她的一生。没爹没娘的婉君，寄人篱下在舅舅家，所以才被选中做小新娘。周夫人看着饱受煎熬的大儿子，心痛不已，眼瞅着媒婆都要上门了，新郎官也快到家门口了，老太太却不愿意嫁孙女了。婉君舅妈说，周家好歹是名门望族，吃穿不愁的，劝婉君快娶。婉君外婆还是不愿，双方僵持不下。听到夏家要悔婚，周夫人心急如焚，说服周老爷带着周家老二仲康代替病床上的哥哥，一同前去迎亲。周夫人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又额外加了聘金，甚至下跪请求，并且承诺会待婉君如亲生女儿一般。婉君外婆被周夫人的真诚打动，想到可怜的婉君在舅舅家处处受委屈，勉强同意。就这样，8岁的新娘小婉君出嫁了。仲康这个小新郎官很兴奋，时不时回头看着花轿。大少爷醒来，听说了家里人给他娶8岁女孩冲喜，简直不敢置信。婉君来到夏家，众人看到她可爱乖巧的模样，都很满意。三少爷要帮婉君的玩具洗个澡，婉君很害怕，还好仲康赶来安慰。2个小朋友在司仪的指令下，1拜2拜行了礼。夫妻交拜的时候，司仪特地让他们背对背行了礼。伯健冲了过来，说自己快要死了，他们还要糟蹋这么小的孩子，于心何忍？他不愿辜负这个女孩的一生，拉着婉君让仲康快送她回家去，说着就晕了过去。仲康告诉婉君，刚刚那个就是她的丈夫。婉君直摇头，说你比较好，想做你的媳妇儿。仲康说好，笑着说会和父亲请示。一个女孩嫣红做了婉君的贴身丫头，她端来杯子，仲康替伯健和婉君喝了交杯酒，吃了寓永结同心的猪心，这样就算礼成了。伯健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，周夫人大喜，更是把婉君当作福星。嫣红和婉君分享起彼此的遭遇，两人惺惺相惜。三少爷书豪突然闯了进来，还送了婉君哨子，让她不开心就找自己。两人玩累了，就在一起睡着了。1年后，婉君已经适应了在周家的生活，伯健身体恢复了健康，正在手把手地教她写字，暗自告白婉君，自己会用所有的爱和怜惜去对待她，心里也盼着她早日长大。仲康和书豪带着婉君出去捉迷藏，婉君一不小心打碎了古董花瓶，惹下大祸。仲康帮婉君揽下罪责，周老爷惩罚他，书豪也要陪他受罚，在伯健的劝说下才没有重罚。晚上嫣红和伯健来送吃的，仲康笑说他们俩是蹭饭的，因为大哥心疼婉君才会送饭来。婉君也很感激伯健，伯健给婉君买了很多的毽子，一转眼踢毽子的婉君长成了大姑娘了。伯健大婉君10岁，他发现自己渐渐已经无法和他们融入了。仲康和婉君心有灵犀，书豪年少单纯，婉君待他如挚友，和弟弟一样。1日周老爷的世交，宋老爷来访，看到3人仪表堂堂，宋老爷一阵夸赞。周老爷介绍伯健研究古学，仲康刚进北大念国文系，书豪还在念中学。宋老爷看到伯健沉稳务实，书法了得，又谦虚谨慎，十分喜欢，暗中向周兄提亲。周老爷知道伯健心中有着婉君，所以拒绝了。不想嫣红话听了一半，以为周家要让大少爷另娶，红着眼眶跑回房间，看到伯健那么喜欢婉君，于是跑过去跟他说了刚刚听到的事儿。伯健很生气，跑到父母房间大闹一番。他恳切地说道，自己只要婉君，自己苦苦地等着婉君长大，不仅仅是因为怜惜和补偿的心理，而是真心喜欢她的。朱老爷一头雾水，才知道原来是嫣红传了话，他不肯放过嫣红搬弄是非，管家只好奉命给嫣红掌嘴。婉君上前护住嫣红，跪求周老爷。伯健看到心痛不已，也帮着上前请求，周老爷才放过了他。第2天，伯健在花园里告白婉君，说起自己十分嫉妒2个弟弟，
他们同婉君年龄相近，青梅竹马。或许你喜欢的并不是我。婉君让他放心，说道，我是你的媳妇呀。说完就跑了。伯健这才释然，书豪买了头小鹿哄婉君开心。婉君直言，和书豪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。伯健教婉君画野雁图，他借图抒情，以大雁成双成对，比翼双飞，表白婉君。婉君听出其意，害羞地跑了。仲康带婉君和书豪去见自己北大的同学好友，飒爽英姿的上奇和仪表人才的上伦兄妹俩，几人在餐馆有说有笑，有群小混混调戏婉君，仲康立即和他们打了起来，被打破头，晕倒在地。朱老爷因此批评了婉君，不应该私自跟着仲康和书豪去茶楼那种三教九流出没的场所。伯健又挺身而出维护婉君，周夫人提醒婉君已年满16，可以圆房了。伯健很高兴，同时也担心婉君会不情愿，所以想去问问她的意思。婉君却因为去找仲康而没有回复他。嫣红通知婉君，她要和大少爷圆房了，三人一时愣住。仲康晚上来找婉君，告诉她，如果在古代，他认命是值得赞扬的，但是现在是新时代，他劝婉君要站出来，为自己而活。伯健看到二人针锋相对的样子，上来相劝，仲康只能悻悻离开。第二天，仲康和上奇上伦喝酒，抒发苦闷。上奇指出中国妇女的悲哀和旧制度给人带来的迫害，仲康醒悟要追寻自己的爱。上奇指出仲康是爱上婉君了，他激动又矛盾，怎么可以爱上自己的大嫂？他回到家，看到婉君的舅妈，又恬不知耻的到周家闹事，打秋风，生气打了小风。周老爷狠狠地批评了他。婉君无地自容，一时激愤，晕了过去。过了几日，伯健陪着婉君回娘家去探望外婆，舅妈赶上来阿谀奉承，婉君脸色难看，外婆垂垂老矣，祖孙俩久别重逢，十分欢喜。小风醉醺醺地说，婉君本来是自己的媳妇儿，自己老妈拿婉君是放长线钓大鱼，图她的钱。外婆心知肚明，自家媳妇肯定是干了什么龌龊之事，上前就要掐死舅妈，动怒直接晕倒。大夫来看过后，摇了摇头，众人痛哭不已。弥留之际，外婆握住婉君的手，让伯健好好的照顾她，就撒手而去。婉君泣不成声，坚持要留下为外婆守头旗。她和嫣红诉说心事，自己表面看上去风光幸运，实际上却患得患失，很自卑，还不如做个乐天知命的丫头。嫣红承诺会陪在她的身边。此时箫声传来，原来是书豪，因为担心婉君受欺负，赶来给她送软垫，甘愿吃粗茶淡饭，逗婉君开心。7天后，伯健和仲康迫不及待地前去一起接婉君回家。回到家的婉君会跟伯健圆房吗？跟仲康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胖妮下期继续为您讲婉君的故事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